东欧小国立陶宛近期多次在台湾等问题上挑衅中国，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起了不小作用。但近日，美国对白俄罗斯的制裁却意外砸到立陶宛的脚。兰茨贝尔吉斯周五已向总理提交辞呈，为未能贯彻美国的制裁而羞愧辞职。立陶宛外交部长兰茨贝尔吉斯周五已正式提交辞呈，理由是美国制裁白俄罗斯后，白俄货物仍然持续过境立陶宛，对立陶宛声誉造成了损害。周四，立陶宛交通部长已经递交辞呈，立陶宛总理确认已收到辞职请求，将在下周做出决定。12月2号，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对白俄罗斯施加了新的一揽子制裁措施，但制裁只适用于3国本土企业。白俄罗斯大型国有企业白俄罗斯钾肥就是受制裁的重要企业之一，这家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钾肥生产商之一。白俄罗斯地处内陆，白俄罗斯钾肥一直与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合作，通过铁路将钾肥运送至立陶宛的克莱佩达港海运。路透社称，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每年能因此获利6000万欧元。而美国的制裁砸到了立陶宛的脚，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表态称不愿为美国制裁买单，拒绝立即中断与白俄罗斯钾肥的合作。此外，立陶宛媒体也报道，停止运输白俄罗斯钾肥不仅对铁路部门，对于立陶宛克莱佩达港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如果停止运输白俄罗斯货物，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将失去约1/4的货运量，而立陶宛克莱佩达港货物吞吐量则将下降30%左右。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拒绝配合制裁，让立陶宛政府陷入尴尬境地。执政联盟被批言行不一，面临国内舆论和在野党的极大压力。重压之下，立陶宛外交部长、交通部长双决定辞职。立陶宛呢，他自己的内阁里面就分成了2派啊，一派呢就是以这个要辞职的外交部长为代表的亲美派，那么他们就是坚决的要所谓的站在民主阵营的一边要对呢白俄罗斯公司实施制裁，所以呢他希望立陶宛的国内的企业以及交通部呢对其进行配合，但是另外一派呢是所谓的维护立陶宛的国家利益派那就是以交通部长为代表的，那么他呢当然希望不要让立陶宛的国有企业呢因此而受损。虽然兰茨贝尔吉斯辞职的直接原因与中国没有关系，但在他当外长期间，立陶宛在台湾问题上不断挑衅中国，导致中立关系急剧恶化。11月18号，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而随着立陶宛政府站到反华第一线，该国企业的日子就不大好过了。立陶宛国家广播公司9月曾报道，中国公司正取消与立陶宛方面的贸易合作。立陶宛一乳制品加工商负责人坦诚，台湾地区在市场规模上根本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比，无论是台湾还是其他任何小市场都无法取代中国大陆。值得一提的是，对于立陶宛政府不惜以经济为代价炒作台湾问题，该国大部分民众似乎并不认同。立陶宛最新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对华政策上，只有33.66%的民众支持立陶宛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40.59%的民众不赞成。现在就是立陶宛的这样的一批激进的年轻的政客呢，却不顾这个立陶宛的这个真正的经济国家的利益在哪里。这一小部分政客绑架立陶宛的这个外交政策，那反而呢就让立陶宛国内的企业国内的厂商将他们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这样一种状态那如果说中国大陆和这个立陶宛的这种紧张局势在进一步升级的话，那对于这些包括乳制品在内的立陶宛的企业呢，那他们可能呢就会受到比较大的一个伤害。对于立陶宛这样的小国来说，为了讨好美国而连续跟中俄等大国交恶，真的符合自身长远利益吗？德国主流媒体南德意志报近日发表评论称，愚蠢的立陶宛人对华采取强硬立场，甚至超过了大多数欧盟成员国所能接受的范畴。南德意志报还称，立陶宛政府为了讨好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自私而狂妄的决定，绑架欧盟的对华政策，完全不顾及欧盟盟友的利益。好，下面马上连线特约评论员孙兴杰，孙先生你好。中国和尼加拉瓜复交，那么台湾的友邦在蔡英文政府期间连丢8个，有人说中尼复交是对美台勾连的打脸，那对此您怎么看？中尼双方在天津举行会谈的消息出来之后，1个小时左右，建立外交关系的声明就出来了。从外交操作来说，我认为这次外交活动是优雅的、精准的，也是一次有力的主场外交。之所以说是优雅的，是因为中方用非常低调的外交行动回击了美国制造的民主峰会兵临城下的态势。
从外交战略和历史来看，外交就是以语言、谋略、智慧、和平的去捍卫国家利益，塑造有利于本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外交斗争，如习近平主席所说的，需要有历史观、大局观和决策观。只有心具有大局，才能在迂回中建立有力的势能。中国和尼加拉瓜的复交一下子占据了国内外媒体的头条，无疑是对美国民主峰会制造的舆论的一次突袭。各大媒体的头条均报道了中尼复交的消息，也基本上可以确定一点，那就是这次建交是对美台勾连的一次暴击。第二，尼加拉瓜在建交声明中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尼加拉瓜即日起断绝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并停止与台湾的一切接触和官方联系。这是中国与所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尼加拉瓜的声明也再次确认了一个中国的全面准确的含义，更是对美国模糊甚至掏空一个中国做法的回击。这次外交行动是对美国的精准的回击。最近一段时间，美欧一些政客频频窜访台湾，台湾当局似乎沉迷其中，自我感觉良好。这次尼加拉瓜宣布与台湾断交，不知道能不能把台湾打醒。美国所谓支持台湾是虚的。最后，这是一次主场作战，保持了高度的战略的自主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是斗争的策略和底气。台湾6年丢了8个所谓的邦交国，其原因就在于蔡英文当局不承认9·2共识。蔡英文挟洋自重，以美谋独的结果就是，即便美国的后院的国家，美国也没有给台湾守住。中尼复交是对美国所谓的台北法案的一次测试，美国会为了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而惩罚与台湾断交的国家吗？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海问题的底线和红线，也是中美关系的红线。在这个原则框架之下，可以找到两岸融合发展之路，也可以夯实中美和平共处的基础。此次中尼复交既是擦亮一个中国的底牌，也反映出中国大国外交的战略定力和策略的灵活性。立陶宛外长和交通运输部长最近因立陶宛国有铁路公司继续运输白俄罗斯的钾肥而提出辞职。那对此您又有什么观察呢？立陶宛在最近一段时间里面成为国际外交舞台上的热门的角色，尤其是前段时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强硬。一个波罗的海国家卷入到了台海事务，着实是入戏太深了。立陶宛因此也尝到了所谓价值观外交的甜头。立陶宛不仅博取了国际的注意力，而且还从美国那里获得了一些贷款。立陶宛自以为跟中国大陆的贸易量很小，外交就可以拿价值观当饭吃了。沿着价值观外交的轨道，立陶宛变成了美国在波罗的海中东地区外交的一枚棋子。美国对白俄罗斯的钾肥企业进行制裁，立陶宛政府显得很积极，但是立陶宛的国有铁路公司不愿配合美国的制裁，原因很简单。立陶宛的外长可以耍耍嘴皮子，博得美国的欢心，但是立陶宛的企业要生存，要吃饭，这是立陶宛的现实。外交要为本国利益服务，这是最基本的外交常识。立陶宛的外长不知道是不是立陶宛的外长，还是美国国务院的潜伏者。从立陶宛到乌克兰，再到高加索，我们看到欧洲与俄罗斯之间的地缘政治处于活跃期，夹在中间的一些国家的外交似乎处于漂流的状态，有些国家甚至想以反华来搭上美国的便车，但是地理环境骗不了人。中国终归不是这些国家的邻国，这些国家的首要的外交还是处理与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的关系。美国给这些中小国家提供的承诺能不能带来实际的利益和安全，这是个问号。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忽悠这些国家去反俄，但是一旦这些国家陷入与俄罗斯尖锐的对抗，美国能派兵吗？恐怕未必吧。对于立陶宛来说，他为错误的对华政策付出了代价，而如果沿着这条外交轨道往下走，美欧俄三方博弈加剧，能把立陶宛炸出油来。
现在的外长辞职也可能是跑路，难怪立陶宛的总统批评了外长的辞职行为。好，谢谢孙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